其实有啦，还是会霸凌啦，台湾啦，不管各国都有嘛。台湾就是谩骂嘛，就是你是猪啊，人身攻击比较多。嗯，对，有吃太多啦，还一直睡啊，什么东西。我之前遇过就是被恐吓，恐吓就是威胁啦，啊，真的不是拿刀杀你那一种，是说，大家都那么晚回家，你怎么那么早回家呢？准时，我想说准时回家不是正常的吗？也有说，如果你就算去面试好了，那个氛围有可能是假的，就当啊，然氛围是假的，你就看起来是很开心接是待，是那实际上他可能，他其实没有想要用你，啊，就他表现出来好像很欢迎你，对，但其实他没有，他他他不想用你，但他对也没有表现出来我对你有反感。对，那哦，台湾可能就真的要用就用，不用就拉倒，不用拜拜，再叫你来，不要浪费那个大家的大家的时时间，间。对，哦。那你说它的氛围就是主要是因为日本的真心话很难读。我是台湾人嘛，然后再住在基隆那个海港城市。哦，以前小时候一年大概有2/3的时候都在下雨，其实应该是全年啊。然后最近就是天气气候改了，所以比较没有下雨。然后我在台湾读的是资讯科学系或资讯工程系，然后电机系，然后计算机工程组。后来来到日本，先读语言学校，语言学校读完之后，我又回到了台湾。嗯，然后台湾先工作一阵子之后，在工作的期间，我就非常努力在找日本的工作，然后找到日本的 IT 派遣啊，一开始也只有这种工作，后来就来到日本，接下来就是在日本的6年左右的发展。哪一年来的？2018年的10月左右来到日本做第一间派遣公司，然后现在这间公司第3家，比较是正社员，不是派遣的，就是在日本在自己本社工作的。那派遣跟工作其实辛酸行程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啦。派遣公司应该有7种形式，一种是单独一个人的技术人才派遣，或者是整团的人一起去，就整队的人马一起去。就是说我公司已经在里面有个 case 的案件服务队伍在了，那因为现在的人员不够，所以我需要补充人进去，或者是要扩大。那这个好处是单独派遣的话，就是个人派遣的话会比较麻烦，就是你如果有任何问题，你可能没有人会帮你解决，你得自己解决，或者是他们里面其实有团队，然后团队的人会帮你，但是如果他没有团队的话，那很不好意思，你可能要自己去查很多资料去解决你的问题。所以当你真的有就是你真的没办法解决，你可能也没有了任何反应，你可能就被骂。你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。这时候你可能就自己下班之后就要去查一些资料，嗯，那这个就是没办法报在那个，就叫日本叫傻逼是占狗啦，就是你没办法报在加班费里面。嗯，那团队的话，就是因为毕竟是关于是公司的荣耀或什么东西，那你的 leader 或者是你的 PM，他会去帮你解决，不是帮你解决，就是我们可以讨论如何去解决这一块。那其实这各有各的好处，两边的经验都可以学习。因为个人的话，就是他可以学习速度非常的快，因为你不懂，不是你不懂，你不会嘛，没有人问，你最后怎么办法？你只能自己干，嗯，你干到就是你的，你就学会。那你跟团队，你不会就去问，会变成什么东西？最后这个东西还不是你的，嗯，你学不会，你可能学不会。那没有说你100%你学不会哦，只是说可能性。因为我真的遇过，就是团队一起做的时候，我交给后辈的时候，后辈可能不知道，他只是说啊 A B C，靠这个打这个就是会变成这个结果。他只是问你，假如说他问到这个问题，他不会去问，他只会问你说这个要怎么办呢？那你就跟他讲之后，但他不会举一反三，因为你自己做的话，你就会举一反三，学习程度就是不一样。所以其实跟日本跟台湾其实也有差，日本人他们会比较呆呆的，这样讲会不会被骂？我讲，不会，他就待在那边。我真的遇过，就是新人就坐在那边，你叫他开机，哦，开了，你叫他干嘛？啊，好，会这样吗？会，我有第一次遇到新人，那时候，后来我请别人教，因为我快气死了。因为我可能没办法教日本人，不能教太笨的人，啊，就是至少要很聪明。就是说我希望你玩错，不要玩到系统挂掉了。就是说你可以你自己玩，完了之后你真的不会，你来问我，我很开心。你问倒我，我很开心。因为我们就一起学习。是，但是你不要问一些
特别简单。对，就是明明就是这个东西，你自己去思考一下下就可以解决问题。但是还等着，但是他不是他根本就不会。我觉得有可能，对吧？但是我希望一无所知。所以这个比较白纸所以我觉得这跟日本的环境有问题，因为日本很奇怪，他 IT 人员就是可以文组也可以来。对啊，你就算不是就是不是学 IT 的也可以去做，就是理科文科生也可以，理科文科都可以。然后我就觉得说跟台湾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这很大的差异就是程度上的 level 就不一样。因为我们理科比较会，就是不是理科，但是也有分学 IT 的嘛。对，学 IT 的人他的底子就会比较好。他会举一反三。这边好像不看重这个。他就你有热情那我就要愿意学。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问题啦，教的人是不是 pro？我的确啦，有人是可能像有拿到 Oracle 的证照，非常的厉害，没有错。但他会不会只有是 Oracle 那一块强？但是很多东西不可能只有跟 Oracle 有关啊。整体的环境，你能不能懂？就算你不是100%的专家，但是你没办法去联想，或去做一个快速的联想，你可能在解决问题不好意思，就是你在解决问题上就不一样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在文化上有差异。那第一间做了比较久，大概1年多。我先去做Panasonic 的工作，就他的 infra，就是做他的基盘 server 那一块的工作。是运维那些运维。对，因为我一开始这个是他很贼的哦。我一开始是用新人的价格进去，薪水是用新人的价格，就是白纸一张的价格进去。明白。他把你派去到需要非常有工作经验的，就薪资就是跟新人一样，就是很贼的。你跟他讲说你为什么用我的经验去跟客户媒合？这不是很不合逻辑吗？他就反正他有一堆话说，他也不可能改。那你在这个社会，你也没办法，就吃了闷棍嘛，你就没办法改变这个，一时间改不了。那好吧，认命了就做吧。然后做了还好不难，难在什么？因为我们其实刚来日本啊，日文程度虽然就算再好，你没有在这个日本环境下，你会不是听不懂。你会听得懂，但他速度太快，他语速绝对不是用日本人跟外国人的交谈。就像我现在跟你是讲中文，我讲的速度语速可能就是我们平常大家讲的速度。哪怕再快我也可以听得懂。对，但是如果说今天有个外国人听到我们讲中文，他听不懂，他就算学过，他不一定听得懂。我有一个朋友就这样，对，他说后来他看我们用中文交流，他说你们说的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太快了，太快了嘛！你还在想上面的意思。对，我刚来日本的第一阶段就是这样。他就进去的第一个月吧，他叫我先读文件，先熟悉环境，这很正常，每个公司大部分都这样。第2个月开始，就是你要参加定例会，就是定期的会议。然后那个主管跟我说，担当者跟我说，你听不懂，记得要跟我讲，要问他，要问。我就思考说，不是我听不懂，是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就是太快了，你还在想上面的问题，然后结果他就要下一句，然后他说你不懂要提出来问。我就想说你们讲那么快，我要怎么打断你啊？我这样会议会不会原本1个小时，我可能要3个小时才能结束？我也不敢问。是，他到底是真的是可以问还是不能问？其实有点难以判断。那时候不知道，是。那所以我那时候也是一个辛酸历程，就是真的很多都不太知道，然后一直被骂。那我觉得被骂是正常。如果他肯骂你，但是不是谩骂不是攻击性的。对，如果他只针对这件事情骂的话，我觉得他真的是在教你。但是他们骂也不会用脏话骂你，他只是说强调为什么你们不懂，为什么对吧？这比较生气语气。对，生气语气，他不会用脏话啦。对，他不会用脏话骂你。日本没有脏话，对，就有8开头那个，那就是了。那最严重了。对，那其实他肯教你，其实好的。现在那时候我在那间公司学到就是那个优先顺位，工作优先顺位，你什么一堆工作来的时候，你要该怎么办？对，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，后来他跟我讲，他就说很快解决的，赶快做。你不要到时候就忘记了。是重要的事情，轻重缓急，就是工作方法。对，顺序。他告诉我工作方法。从那时候，在他告诉我之前的时候，其实有点混乱，
对，刚开始对，工作，刚开始工作会有，因为台湾跟日本的工作的态度不一样，台湾其实没有什么这样讲有点怪，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像计划书什么东西，比较少。它就是一个大纲历程，就是说几点，就是假如说我在某一天要做完这件事情就好了，但中间它没有细分。他可能日本他就会说，我今天几点到几点要做什么什么东西，或开会什么东西。然后我听他们说全年的计划，每个月、每天甚至都有计划，是吗？对，有些公司会有。可以做到这样吗？分解到这种程度吗？可以，但是当然会有些例外嘛，变化题出现，那当然就是要另外去调整。是，对，这个都是有啦，就是每天、每个月、每年。就是今年要做什么，然后今年过后，但他不可能一开始就计划每个月的工作，他可能先计划1年是做什么，然后再做细分，是，然后到了可能当月开始计划说，可能下个月要做什么，或者是这周要做什么。是，那当然，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优点，那缺点就是可能没办法变。对，例如开发城市 Go Live 就是那个上线的那个城市，台湾可能先做好了，或各国都先把它做出来，上线了之后有问题 bug 出现，再改。他们可能就要全部测试完再上线，时间就拖啦。就是说1年前的技术感觉会慢，1年前的技术人家已经淘汰了，但他才开始用，当然速度就慢。除非它非常安定，但是不可能这个世界那个城市 IT 是日新月异的。可能今天是新的，明天可能就是旧的。当然这是太夸张了，只是说真的有可能。这没有好也没有坏，但是真的会有点。他们是要求品质，但是要求品质下会不会导致技术上会落后？一直以来给这个世界的感觉，日本都是这样。对，就是如果他能两边都加快一点点，两边都取一些优点上来了，或许他的效率会更高了。不过这样也还好，不然人家到时候日本就发展越来越强，这样不行。那还是要靠我们的。其实有啦，还是会霸凌啦，台湾啦，不管各国都有嘛。台湾就是谩骂嘛，就是你是猪啊，人身攻击比较多。对，有吃太多啦，还一直睡啊，什么东西。然后我之前的工作经验和台湾人接触，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词汇。差不多。老一辈的大家都这样吧，老一辈的4、5年代的那我想就是，比如说被骂的那个人，将来当上主管，他是不是也这样对待其他人？大多数人，这个我就不知道。如果我个人是不会啦，我个人是不会。我是主管，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。明白。那我之前遇过就是被恐吓，就是威胁啦。真的？不是拿刀杀你那一种，是说，大家都那么晚回家，你怎么那么早回家呢？我准时回家不是正常的吗？对呀。那就是你没有叫，他就需要你自动自发，就是加班留一点时间，或早点来留一点时间。早点来或者晚点走。是。去学习，他希望你这样。但我觉得这个坏处是好坏都有。但我觉得你一开始，如果我是主管，一开始就可以讲明了。是，当然这个个人是他的问题啦。那如果他时间到，你跟他讲了嘛，然后但是那时候大家是为了工作生活，虽然我可以在家里吃老米啦，不行啊，就是我想要自己赚钱，自己花，自己做的事情，所以我就还是努力的把它咬牙撑下来。那你刚才他这不是恐吓你啊？他是威胁吧？他怎么讲了？就是很明显，就是说，因为我还在试用期，他就说，那意思不再用你了。如果你再不这样子做试用过后，我就跟你说拜拜。就会说这样的话，类似这样的话。他当然不会这样说嘛，他就是说，你看嘛，前辈大家都6点都还没走，还在努力的工作，你怎么就准时走了呢？言下之意就是你该留下来。日本这边会有这样吗？好像大家都准时下班，我感觉。日本的普遍来说，现在比较改了啦。有些就是像我们公司，就是时间做完就可以走。那当然也有公司啊。我现职的公司就是这样。他曾经跟我说，你工作就是他自己也不重点，他不自己来跟我讲，主管他请个工程师跟我说，让别人告诉你。对，然后他有个好处是什么东西？死无对证啊。我跟你说吗？没有啊。我没有这样告诉你。然后他就说，我觉得你工作不饱和，我想把你派到别的地方，一边做那个跟做这个。那我就想说，不饱和是我的问题吗？我效率高，我赶快在时间内做完。他要让你做更多。我想要早点回家，然后结果你跟我说工作不饱和。但是你没有看到我其实是可能
我是用我的经验去浓缩那个时间呢，用我以前很多的经验去浓缩那个解决时间。因为日本的职场法律已经慢慢的，日本的劳动署什么，因为之前那个哪一间公司啊，电通，那个女生自杀嘛，从此日本法规改得很严嘛，什么不能加班啊，然后加班要申请啊，然后你如果出现霸凌，日本的劳动署真的是会介入去处理这个问题。那台湾可能就我不知道有没有啦，因为我没有去报过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因为我听到就是你报了等于就是你报你自己了。但日本是因为你报了，你也不能开除他。是的，对，他有这个条件在。对，那其实我跟你说加班好啊，我们之前在Panasonic加班，我虽然是派遣员，他加班，他跟我说你8点，只加到8点哦，晚上8点哦。就只能加到那个时间。对，而且还要申请哦，你5点半就说你下午几点要申请是个人申请。对，我申请加班，你跟卡卡利鸠就是课长、组长申请，你如果组长申请不过，你那天也不能加班这样子的，你5点半就要滚了5点半你就必须走，下班时间就必须走。那我觉得像我刚刚讲的不饱和这个问题，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个有可能是营业他不努力，找不到工作让我继续加班的，就是让我饱和。你做的太快了。第一个做的太快，第二个就是营业给的案子太少，所以是的，所以我过去也遇到过一些同事跟我反馈说，他说我做完了，对，那别人做的慢，你不能用我快，你再给我派。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心理。对，还有在日本，你刚才讲这种，他们叫读懂空气。有cookie made。对，这个在职场上应该特别严。这个职场非常的需要。明白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实力过硬，就是你硬实力很强。那比如说，可以举例子说明如何读懂空气吗？这个我觉得有点困难呢，就是用语言不太好表达。对，因为有点墨绘知识嘛。例如说，我们发生就是以现职的公司，它发生 IT 部的部长，跟我们的营业吵架，但是我们能做什么？我们也只能看他们吵架啊，就是也不能，就是唯一就是看他们看到他们双方就不要理他们就好了。你说读空气真的很难呢，就是最好是明哲保身，或者就是说，不然就是对方有言下之意的时候，你要听清楚。这个就比较困难，因为我突然临时忘记，因为那个已经是潜意识的灌入那个头脑里面了，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对方在讲什么。我一直感觉日本人在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或者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们营造的那种工作氛围感，就是我觉得就特别让我有紧迫性，给我一种紧迫感。紧迫感啊，其实我说实在的，紧迫感是有。第一个是紧迫感，第二个是有点假。有点假？我觉得。怎么讲？因为说如果你就算去面试好了，那个氛围有可能是假的，就当然氛围是假的，你就看起来是很开心，是。那实际上他可能他其实没有想要用你就他表现出来好像很欢迎你，对，但其实他没有，他不想用你，对，但他也没有表现出来我对你有反感，对，那台湾可能就真的要用就不用，不用就拉倒，就不用再叫你来，不要浪费那个大家的时间。那你说它的氛围就是主要是因为日本的真心话很难读，他不直说，他到底是假装好了你去追求个女生，他根本不喜欢你，但是他会跟你讲另外一套语言，但他不会直接告诉你我不喜欢你，但是有些男的会觉得是我还有希望感觉上好像他没有拒绝我。对，之前有一个台湾朋友跟我讲说，他说很多那个日本女生交往了之后，对，第二天他就消失了，然后消失了也就像你讲的，他也没有明确的回绝你，我不再和你交往。对，但是呢，你发消息他也不回，也不会显示在看了。对。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就是对于我们中文理解来说，那是就像你讲的，他没有直面拒绝我，对，但可能
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拒绝了你，对，是吧？是这个意思吧？我觉得差不多。其实我们不要联想，不要联想，对吧？对吧？不要想可能他忙，随缘啊，随缘啊。就是你说压迫感，你刚刚讲的也是有，但是就是没办法。就是我会有紧迫感，我不敢放松。对，有一种感觉。我去客户那边觉得，如果是台商的话，就会比较好一点，松弛一些，松弛一点。对，或许他们本身压力太大了，就是他们不敢做出任何事情。对。说到这个很好玩。像我的个人工作习惯就是我有 memo 没有错的，就是指令 memo。就指令 memo 就是笔记下来，我要打什么指令，我会写下来。但我不会写顺位。那他们很好玩，日本不晓得是这间公司的问题嘛？我不能讲客户是哪一间，就是那客户很好玩，就是每个步骤这个时间，这个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个，假设10个步骤，每个后面都有贴指令。那这个就贴上，就弄得整整齐齐，顺序也要整整齐齐。对，那我觉得好坏都有啦。那我如果当然没错，他这个不知道的人，一开始不会的人，用那个复制贴上，就是我用机器人玩法，就是我是机器人，然后我贴上，然后就可以了。的确，其实日本之前我在台湾日本第一间公司，他就跟我要求说，你要做到一个 teijusho 就是手顺书，做到 SOP 就是台湾叫 SOP 啊，日本叫手顺书，做到是智障都会的，不是智障都会啦，就是我不是你的技术，我看着我贴上，就是我看着你的手顺书，我就算不是技术者，我也就是你这个手顺书做到这种程度，这样会不会太不知道变？但他不会出错啊，不出错没有错，但是如果你在就感觉没有创造性一样。但是机器不是这种世界。我跟你讲，机器不会这种世界，不会说你真的1到10就是这个步骤就完成。如果你中间出现一个 A 步，出现一个其他的出现一个其他的画面选项，你可能就停在那里。对。像我之前就遇过客户，就是因为那个其实看那个记录档就知道那是什么原因，跟他讲，他就说我不知道我要去问一下啊，就这么简单，所以我们跟他吵了。我去另外一个环境中，从另外地方把那个档案上传。所以他有他的好，非常非常优的那个优点，对吧？我说到这个优点这个也不是在日本生活，那时候是在国中时候练管乐，那时候管乐队，然后我们管乐的老师他去日本参访，带队去日本音乐哪一间学校有点忘记，大学，他就说他们就是假如说12点进去，然后他们在练乐器，只有练2小节2小节是，他好像过了4小时回来，还是那2小节。所以他们是就是要精求到那个都不能错。那我们台湾可能就是练完就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下去了。但他们可能是练到就是那个所有东西要完全到位，对，准确无误，绝对不能错。有好有坏。但是这个的话，我觉得是 OK，音乐嘛，医生的话，我觉得是 OK 啦。但科技可能就没有办法，你那个真的知道准确无误的话，那你可能就不能上线了，然后就要等那个永远没有完美，是吧？我有看过这边那个小学生，他们出于课外的那种这边叫塾嘛，私塾。对。俺小朋友写的那个，比如说很简单的数学，对，1+1等于2。在我的认知当中，小朋友会了1+1等于2就不用再写了，他会了。对，日本不是，写了很久很久很久，还是在写这个。什么呢？还是在写同样的那个题目。1+1等于2。对，我举例，就是说在相同那个难度的程度上，写很久。我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我也不理解。对，但在我的认知当中，过去我们受到教育应该会了就第2次又没有错，第3次也没有错，这说明他肯定是绝对会了嘛。对，他不是，他写10遍还在。是什么原因呢？这可能要问他们。就是我们也真的没办法，有些其实说实在，我们也不能完全，毕竟我们不是他们国人。对，所以我特别想了解这一点，理解到他们的思维跟思考。这可能要问那个，比如说搞教育的，对吧？或者是设计题目的人，
或者设计这种学习大纲的人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应该可以讲明白。说实在，会不会他们这个习惯导致那个现阶段的那个所有工作都是这样？我感觉是重复，对对对对对，把每一件事情做到，就是我觉得他们想要做到是100%，没有那个出错率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到，当然有些行业是不能出错，像医生那个最好是不能出错嘛，尤其是开刀的那种，那当然是需要就是一直练习，去让它100%，就算不可能是100%，至少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对，当然我们不能抱着是 play 的心态，就是说，作为工作，就是你还是要认真去做，就是你至少你做过一次之后，你要再做第2次、第3次，至少2、3次去确认，你的问题跟测试是不是对的。其实，在工作环境也是这样。为什么我在日本工作，为什么不被 PUA？ 我没有被霸凌，原因当然还是有啦，就是只是霸凌说你的日文可能听不懂啊，但是。这个就很奇怪，就是我有发生，就是我明明讲这个，我偷偷讲我有去面试，然后假如说，最近有发生，就是他问我3个日期 A、B、C 3个日期，哪天可以，哪天不行，那我就说 A 不行，那很简单嘛，啊 B 不是跟 C 是可以的吗？的意思是这样嘛？他会问你 A 为什么不行，对吗？对，那我就跟他说那天假日啊，我为什么要上班呢？那他就觉得说 B、C 因为也是假日，所以我就不需要问了。但我没有说 B、C 不行吧？我有跟他讲说，你给我3个选项，我说 A 不行而已吧。那说有 B、C， 我没有说不行，所以代表是可以的意思嘛？对，一般理解应该是这样子啊。但你加了一个条件，你说 A 是假期，他反问你 B、C 也是假期是吗？没有，我就不是流程是这样 ，A 我跟他说，那 A 打没不行，然后他就说为什么那天假日，所以我觉得我的想法是说，他们就需要你讲完整，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行啊，就是我 A 不行，我还要说出原因，对，他就说告知一个完整的依据，就是因为是假日，所以我觉得那一天我不想上班，是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可是我又给你 B 跟 C 的选项啊。不，他们的理解应该是说 A 不行，你说出原因，让他理解到 A 不行的原因。对，他不是说你说 A 不行，他跳到 B 和 C。对，他不是。但我觉得就很好玩，就是你给我3个选项嘛，让我3选。那你为什么要给我选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你就跟我选 A 就好了嘛。那一般的话，我们处理，我觉得我个人处理模式，我不晓得是日本人还是其他日本人。像我之前面试人中，也是跟他说我那天不行，那他就知道说我其他天可以啊。年轻一代日本人比较好一点啊，比较变通一些。对，那很简单嘛。我们今天是要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在问他不行的问题。我们就是很简单嘛。假如你问我说你哪一天可以来，我跟你说礼拜6不能来，你一定会问说礼拜天能不能来吗？你就不会问说礼拜6为什么不能来？我想说改，对，就是我不跟你什么关系哦。那我的意思说，你这样问就好啦。我们重点是解决问题能力，解决问题嘛。像我觉得日本人很好玩，开会都在讲一堆问题，然后为什么，我就觉得说，我们可以先解决这个问题嘛，我们再讲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嘛，就是我们要先解决因为假如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，我们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，而不是去解决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。他就是不然你问完之后，你还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那我们不如先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现在假如时间很赶，我们先解决发生的问题嘛，再来研讨说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发生。但是或许他们的想法就是，我知道为什么发生，所以我知道该怎么解决。对，但是对，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没有错啦。但是我觉得先解决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要找出问题点，对原因。对，其实双方都有好处啦，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个太浪费时间去解决，先找出原因，因为有时候可能找出原因，答案你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。所以我会觉得说，先去把问题解决掉。所以我开会每次开到一半就会说，我们先解决下一个，我们先把那个问题先解决，好不好？我就会开会很冷冷，不是冷冷，就是会主动先去讲，因为有时候会跟他说，其实没有意义的。因为不是说没有意义，因为有时候东西你不解决，你一直在讨论过去的事情，的确是有用啦，但是那个是等我们之后开检讨会再来解决的。对，我个人想法是这样，因为不解决就永远没有办法下去。你反而花很多时间。他们思维可能有的地方是跟我们相反的，有点反，是完全相反的吧？有人去看牙齿，然后他好像是中国人吧，医生那个助手是中国女生，
好像是40多吧，我也忘记了，他就被骂啊。医生之间也会有，医生就是骂那个护士，骂那个助手，他哦骂的蛮难听的，一时哦间忘记了，难听的事情我都忘记了，所以我大概只记得他是骂的。严重，我想说，你们可以去后面骂吗？他哦就在我旁边呢、他们两哦个医生坐在这里，然后他就在那边，就有点像，只有那种感觉，鄙视那种感觉。哦，说的特别严重，对，我想说，还好这个医生对病人还蛮温柔，不然我可能，还有他情绪很快就改变了。但我觉得也这种东西，我觉得还是在后面啊。如果我就是在后面去讲，可能会比较，毕竟，啊，就是不要当着患者或者就是说客人，因为我觉得嗯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，不是说它不好，而是说你这样子去讲，当然该骂还是骂，奖励还是奖励。嗯因为为什么？我觉得他这个护士就是紧张了，可能日本人的错误可能会比较被骂比较严重。假设是日本人做的，然后外国人都会比较，外国员工他可能会比较宽容一点点。嗯例如说，哎，我曾经发生过，就是哎，我只是我寄信的信件的名称记错啦，或者是嗯开头是讲错的，然后真的被科长就是想要被指责我，然后我的同事就跟他说啊，没关系啦，他刚来而已啊，一定会出错嘛。嗯然后科长就听完这样，哦，好吧，就回去了。然后另外旁边的同事他就写错一个文，只是一个汉字写错还是什么东西，他就一直被骂，一直被骂。你说你是日本人，为什么还用汉字写错了？啊对，那但是你不觉得两个差异的，这我应该是比较严重，因为我是 title 写错嘛，嗯给别的公司，然后是但是这个只是内部文件，然后我说应该，我的严重性应该比较大，按照严重性啊，嗯然后他们就不会，他们就不啊。会。那还有个。